2026年没过2个月，北京机场的红毯几乎没怎么卷起来。28天，6位国家领导人带着几百位跨国 CEO 密集访华。爱尔兰总理14年没来了，芬兰总理17年没见，英国首相、加拿大总理全是8年没露过面的人。这些常年缺席的人为什么突然想通了？为什么原本加征100%关税的卡尼转头就撤销制裁，加大订单？为什么德国总理要带着大众、西门子、巴斯夫这些老家底儿公司来寻求合作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穿越30年的翻身仗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有点在理，今天我就来带大家拆解一下中国制造如何从按别人的图纸拧螺丝，到开始给全世界定标准。还记得那句老话吗？中国要造8亿件衬衫才能换1架波音飞机。过去中国制造是什么角色？说白了就是个赚辛苦钱的代工车间。外国出大脑，中国出体力，图纸是你的，标准是你的，中国负责把零件凑齐，最后贴上各种牌子。但这个时代正在结束，现在很多核心领域，工业的心脏已经换主人了。我带你看3个行业，一个比一个狠。我们把时钟拨回去看100多年，汽车工业有一条铁律：谁造发动机，谁就是爷。德国人造出了最好的发动机和变速箱，几百个精密零件咬合在一起，转速几千转，10年不出毛病。日本人花了半个世纪才在发动机上勉强跟德国人打了个平手。所以100年来，全世界想造车，发动机找德国买，变速箱找德国授权，标准德国人定，你就是个组装厂。结果电动化直接把桌子掀了，这就好像有人宣布以后打仗不用枪了，你枪法再准又有什么用？大众去年的财报就不太好看，自它创立起88年头一回关了德国本土的工厂，这仿佛意味着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。新战场最重要的武器叫电池，它占了整车成本的3-4成甚至更高，决定了你能跑多远，充多快。那这颗心脏现在在谁手里呢？全球每造10块动力电池，将近7块是中国公司造的。更狠的是，造电池需要的正极、负极、电解液这些原材料70%的产能也在中国。你自己建厂可以，但成本比直接买中国的贵了3-4成。20世纪谁控制石油，谁就控制命脉。现在全球从烧油切到用电，7成电池、7成材料都在中国。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，加拿大总理卡尼为什么要亲自飞到北京，坐在宁德时代这家电池公司的对面，还顺手取消了100%的关税，简直是大型真香现场。因为道理很简单，100年前你要造车得去德国人那里排队，现在你要造电动车得来中国人这里坐下。卡尼只是第一个把面子放下来的人。好，再说个行外人可能没那么关注的挖掘机。我们看着呢就是个大铁疙瘩，但内行知道这东西的命根子是液压系统，泵、阀、油缸、马达加一块占整机成本的1/3，这就是挖掘机的发动机。过去这颗心脏几乎全是外资的，日本 KYB 一直占据高端挖机油缸的大头，德国利施勒卡着高端的泵阀，你下单还得排队3到6个月，爱供不供，价格呢人家定，交期人家也说了算，跟燃油车时代一模一样的剧本啊，图纸是你的，标准是你的，我只负责组装。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剧本翻转了，中国的恒力液压把国内挖机油缸的市场份额从0做到了60%以上，盾构机的重型非标油缸市场占有率是全球第一。日本 KYB 从默认选项逐渐开始变成了备选项，恒力还反过来拿到了美国卡特彼勒最高等级的供应商卓越奖。美国的挖掘机心脏也开始用中国造的了。泵和阀，这是最难啃的骨头，相当于液压系统里的芯片。中国的恒力、爱迪精密也在一块一块往下撬，份额每年都在涨。10年前呢，你跟3一、徐工说用国产泵，可能采购主任会有点为难。现在是利施勒主动降价抢单，因为你不降，客户可能转头就走了。最后一个是你手边的手机。曾几何时，手机厂商有个默契，镜头旁边如果不印个徕卡、蔡司、哈苏的 logo， 发布会都不好意思开。这跟当年国产车非得贴个30发动机的逻辑是如出一辙的。核心底子是借来的，牌子是用来撑场面的时尚单品。但你注意到没有，风向已经开始变了。华为率先转身，合约到期直接挥别徕卡，自立门户做 Ximage。vivo 呢亮出了 Blue Image 蓝图影像 ，OPPO 寄出了凝光影像。为什么敢这么玩？因为影像的战场已经从单纯的比拼玻璃镜片卷到了算法算力。用大白话说，现在的照片用同一颗传感器拍出来的是废片还是神作，全看背后那套自研计算管线。
芯片怎么算，算法怎么填 ，AI 怎么补，这就像新能源车对燃油车的降维打击。以前比排量，现在比3电和智驾。中国厂商不再是拿着标准做考卷，而是带着算法定标准。蔡司、徕卡依然在，但合作逻辑彻底变了。以前是我买你的招牌，现在是我带着自研的芯片和算法，请你上桌，共同定义审美。电动车、挖掘机、手机拍照，从重工业到消费电子，看着八竿子打不着，但剧本是同一个。以前心脏在别人手里，你就是个组装厂，排队看脸色，照着人家的图纸干活。现在心脏换主人了，不光自己用，还开始往外卖，甚至开始定规矩。而且这些事儿其实就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和家里，比如扫地机器人，全球前5的扫地机器人已经全部被中国包揽，像石头和云鲸这些早都自己会洗拖布了。再比如手里的吹风机，过去是戴森一家定标准，现在莱芬用自研高速电机把同级性能价格打到了1/10，同样不光自己用，还开始往外卖。那个低头代工的学徒已经成长为带着自研技术上桌，开始定规矩的头号玩家。我们再换个角度想这件事儿，假设屏幕前的你是大众的 CEO， 或者苹果的供应链副总裁，又或者三星半导体的负责人，你看到上面这些趋势，慌不慌？你一定慌。那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把工厂从中国搬走，搬到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，绕开中国，自己重新建一套供应链。事实上，这几年很多公司确实在这么干，但却发现没那么简单。先说苹果，上一次我问大家，如果花了大几千买了一台印度产的 iPhone 是什么感觉？弹幕和评论全都是慌，还有说要退货的。今天我们补一个更底层的视角，苹果把组装线搬到了印度，富士康拉起了流水线，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工人。表面上看万事俱备，但实际上，印度目前只搬走了那张组装桌，却搬不走给这张桌子喂饭的人。啥叫喂饭啊？一台 iPhone 背后是上千个细微的零部件，特种微型螺丝、精密柔性排线、纳米级模具。在中国的长三角或者珠三角，这些东西都在1小时通勤圈里，模具精度差了0.01毫米，开车半小时，隔壁厂的大师傅当面给你改。连接器少了一批，一个电话呼啦啦下午就停在工厂门口。这是几十年时间，几万家中小企业，真正一代产业工人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画出的一个工业魔法阵。但在印度，这叫跨国接力，零部件要从中国报关、上传、落地印度清关，再拉到工厂。你可能觉得不就多了几天吗？但在制造业，这几天不是加法，是乘法，甚至是指数级的灾难。一台新 iPhone 从试产转入全速量产爬坡，窗口期大概6到10周，每一个环节如果耽误72小时，模具等3天，制具等3天，排线再等3天，环环相扣堆叠下来，原本紧绷的进度条会直接崩断。接下来再聊聊韩国。2026年刚开年，韩国总统就带着财阀们往北京跑，但这次来可不是秀芯片技术的，而是来求粮的。求什么？半导体特气、前驱体材料。韩国不是芯片老大吗？三星、SK 海力士全球存储芯片，谁敢不看他们的脸色？但是芯片这门生意，下游是命，上游才是根。韩国确实能造出最顶级的芯片，但在制造过程中需要一种叫特种气体的耗材，还有各种精细的化学物质。这些东西的加工中心就在中国。打个比方，你是个年入100万的顶级大厨，手艺无敌，但你突然发现，全程卖盐的、卖油的，甚至连煤气灶点火的，全都在同一家店。只要这家店关门，你就算手握满级菜谱，也只能对着锅发呆。韩国现在就是这种感觉，半导体材料讲究的是深度耦合，换一家供应商，你得把整条生产线停了，花半年去试错，良品率一旦崩了，一天就是几千万美金的损失。韩国这次来姿态放得很低，就是因为上游材料紧张，整条线都心慌慌。第3个还是说德国，但不是车企，咱们聊聊那个被誉为德国工业明珠的巨人巴斯夫。巴斯夫做的东西你天天在用，手机壳的工程塑料，汽车表面的漆，芯片刻使用的化学品，甚至你衣服上的合成纤维。它是全球最大的化工集团，也是德国工业的底气。可这颗明珠现在却干了一件让德国高层集体破防的事情。巴斯夫顶着德国政府的公开反对，砸下了他160多年历史上最大的单笔投资，100亿欧元投在了中国广东的湛江。德国政府直接急了，说你这是让德国产业空心化。但巴斯夫的董事长看得很透，到2030年，全球化工市场的半壁江山都在中国，不去中国才是自杀。这个行业的命根子有2个：能源和市场。在德国，因为天然气暴涨，能源成本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，巴斯夫只能无奈关停老厂。但在中国湛江，这叫天时地利。
这里不仅有深水港，有稳定的能源供应，更有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下游工厂，汽车、手机、电池，你的客户全在这里。所以呢，100亿欧元的背后，其实是一句没说出口的大白话。既然德国的旧发动机转不动了，那就来中国给世界工厂装上一颗最先进的化工心脏。所以各位 CEO， 你一定会慌，因为你面临的不是搬家，而是断根。苹果搬到印度，发现供应链密度跟不上；韩国做芯片，发现上游材料绑在中国；巴斯夫不光没搬走，还往中国搬，顶着自己国家老板的压力，用真金白银投了中国供应链的票。3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中国制造的护城河不是低成本，是高密度，而这种密度是时间堆出来的，是几十年里几百万家企业在几百公里范围内反复协作、反复磨合、携手织出的这张网。好，核心件自己能造了，供应链别人搬不走。那接下来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，当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手里攥着自研的核心件，过去那些靠信息差、靠我是100年老牌撑起来的产品溢价，还撑得住吗？我们走到3个具体的场景里面看看。你有没有去医院做过 B 超？你有没有注意过那台机器上印的是什么牌子？大概率没有啊，但医院采购主任会注意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医院的采购清单上就认3个字母 GPS， 不是导航那个 GPS， 是记忆、飞利浦、西门子。你国产厂商参数表写的再漂亮，采购主任一句话就能把你弹回去。这是进口的吗？不是，谢谢，下一位。这个局面今天有点不一样了。欧洲，注意是欧洲顶级医院的 ICU 里开始批量出现中国迈瑞的高端监护仪和超声设备。迈瑞是怎么挤进去的？砸钱打广告吗？找院长吃饭吗？都不是，就一个字：快。同一款超声探头，飞利浦迭代一次要3年，迈瑞背靠国内完整的电子供应链，加上一大把随时能调用的工程师，1年就出新款，算法还更精准。3年对1年，你品品这个速度差。当你每年都在进步，对手3年才一动，所谓100年品牌的光环就不是护城河了，只能眼看着被一点点攻下。好，再看我们自己家里手边常用的电器。先做一个小调查，你觉得一个小小的吹风机，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答案是一个比你大拇指还小的高速无刷电机，转速是每分钟11万转，相当于 F1 发动机的6-7倍。这个东西过去只有极少数公司能造，然后一群不对口的人杀进来了。中国来芬的创始团队之前是靠载人飞行器和电动滑板车的，都是跟高速电机打交道。这帮人看客户赛道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怎么把产品设计得更好看，而是这电机不行啊，我自己造一个。然后他们真造出来了，自研电机、自建工厂、核心件全部自产。更狠的是，造电机这个能力一旦有了，产品线还往外长。吹风机的电机自己造，牙刷的电机自己造，剃须刀的电机还是自己造。3种完全不同的电机技术路线，同一批人全部啃下来了。结果呢？3年前高速吹风机线上份额刚过1成，现在零售额已经占到了吹风机市场的7成。这个市场教育基本是来芬推着做完的。再看看海外，来芬在东南亚多个市场份额是第1，甚至一些海外巨头开始反过来跟进它的产品技术路线，这角色掉了个个。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逻辑的浓缩版本。自己掌握核心件，自己建厂，把中间环节和品牌溢价直接挤掉，全塞进产品本身。同级性能、终端价格是原来的1/5甚至1/10。中国制造的突破已经是全世界的一张名牌。我们常提到造船、芯片、大飞机、机器人这些大词，但当你手边最日常的东西——吹风机、牙刷、剃须刀，在体验、质量甚至设计审美上，国产都全面超过了海外品牌。这说明中国不仅能搞定大国重器，也能打磨好掌心里的小东西。它是那种无需对标、不必将就，从追赶到领跑的质变。最后说说大疆，放在最后呢，因为它是这条逻辑走到终局的样子。大疆这个公司挺怪的，你几乎看不到它打什么铺天盖地的广告，更别提请什么流量明星代言。但就是这种低调宣发的状态下，它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份额常年死死的按在70%以上。这不是因为便宜，大疆不便宜，是因为飞控加增稳的一体化自研形成了一个性能代差，不是领先一点点的那种，是竞品站在下面仰着头够都够不着的那种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，品牌的因果关系反过来了。消费者不仅仅是因为信任大疆这2个字才下单，是买回去飞了一次，发现这东西太稳了，太牛了，然后才开始信任这个名字。
品牌不是原因，是结果。所以你看，中国品牌赢在病房，赢在家里，在天上，还有千万个我们身边的场景。虽然是不同的地方，但摊开来看都是核心件字眼，然后品牌溢价的来源从你是谁变成了你能造什么。这就是品牌正在被重新定价的真正含义，不是品牌不重要了，是品牌的底层资产变了。过去品牌等于历史，等于故事，等于信息差，现在呢，品牌越来越等于你手里那个别人造不出来的东西。提气归提气，但有些硬骨头得摊开说。比如第一个，芯片设计的笔还在别人手里，设计芯片需要 EDA 工具，这就是工程师手里的笔，没有它，再好的脑子也画不出电路。目前呢，这支笔仍然攥在新思、凯登斯和西门子3家美国巨头手里。国产 EDA 在特定环节有突破，但芯片设计是环环相扣的全流程，全流程替代呢，还是需要爬坡的。第二个是救命的高精尖机器，迈锐在终端领域很强，但在顶级医院的深水区差距依然存在，比如核磁共振里的核心超导磁体，顶级超声里的高阶探头，以及手术机器人的精密关节。中低端靠量，高端靠命。重症精密诊断这种涉及长周期临床验证的工业天花板，急不来，只能磨。第三个是有点玄乎的词，叫品牌心智。比较扎心的事实是，中国品牌在很多领域的产品力追平了，但其实信任还需要日子好好积累。日本用了20年把日货从廉价磨成精致，韩国用了15年把韩系变成了品质标签。你产品可以1年迭代一次，但消费者的认知不会1年更新一次，让全球消费者本能觉得中国品牌等于靠谱。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。有些人可能觉得你前面说了半天，现在又说这不行那不行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恰恰因为前面讲的那些突破是真的，那这些短板才更值得正视。一个人只有真的在往上走，才有资格认真的在谈我还差什么。如果什么都没做到，聊短板就是自我否定。但当你已经在好几个领域开始定规矩了，再回头看自己的弱项，这不叫泼冷水，这叫清醒。所以回到开头那个画面，2026年各国领导人扎堆来中国，这可不是什么东升西落的爽文剧本，它更像是全球产业链在悄悄承认一个事实：当造东西这件事本身变得足够复杂，足够需要知识密度的时候，会造就不只是苦力了，它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产权。大到比亚迪的电池架构，小到来分的电机精度，逻辑是同一个。掌握核心制造能力的人正在拿回定价权，不是因为谁恩赐的，是造出来的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中国品牌在全球真正被高看一眼还需要多久？ A 5年以内，产品力说话，用过就知道。 B 10到15年，文化认知这东西没那么快。 C 不好说，得看地缘政治怎么演。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，我很好奇你们的判断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